为一个理财小白，我搭上了这趟台股的列车，这个收益真的让我非常惊讶。我这几天呢又去看了一下上海同等小区差不多房型的一个目前的房价，那要在我的72折的基础上，又相当于打了85折。我这一代的上海人早先总觉得上海的房价非常稳，总是会上涨的，那没想到现在就经历了一个下跌的时期，这个过程给我本人的感受还是蛮震撼的。那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我在台北买的这个房子反而这几年是上涨的。有人说去买股票，有人说买黄金，也有人说买美股，甚至觉得7%根本不是赚钱，是在亏钱。因为我同样把这些钱投在7%的理财里面，我就亏钱了，我没有涨到那么多啊，对不对？Hello， 大家好，我是土菜的奶爸狗狗，来自上海。大家是不是看我很久没有更新 YouTube 频道了，简直就像要退出了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同样的作为副业来说，台股要比 YouTube 赚太多了。那今天的话题要说什么呢？大家听我慢慢说来。熟悉我的观众可能还记得，我之前拍过一系列跟房子有关的影片，也就是我在台北买房子的经历，而后回上海卖房子的经历，还有呢就是我买的房子又涨了多少，以及后续又收到都更通知的事情。所以今天这支影片呢，也算是之前这一系列跟房子有关的话题的一个延续。也就是之前卖完上海的房子之后，我有问过大家一个问题，我收到的房款是要直接去还台北这个房贷呢，还是做其他处理？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可能换完台币也不会直接去还全款的房贷，可能想做一些理财什么的，但是我还是不太了解台湾这边做理财要做什么，是买基金呢，还是买一些什么比较保险的理财保险理财产品啊？不知道有没有观众了解的，可以给我一些建议，非常感谢。当时真的有很多观众给我留言啊，有的是说去买台积电，有的说买0050，也有的说不要碰0050，有的说去买美股，然后有的说买黄金，也有说买一些小孩的保险之类的。所以今天这支影片呢，我就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后续到底是怎么处理这笔钱的。我先在这里爆出结论，也就是作为一个金融菜鸟，作为一个理财小白，我搭上了这趟台股的列车。而且不知道是不是我最近偏财有一些旺啊，这个收益真的让我非常惊讶。不过呢，在揭晓收益之前，我还是回到房子的话题。因为作为一个上海人来说，房子这个东西不光是居住的一个地方，甚至跟命运有一些绑定在一起。作为一个上海人呢，尤其是作为我这样一个年龄的上海人，80后，肯定都听过一句话，上海人翻身靠动迁。这句话听起来有些夸张，但是结合到这个时代背景呢，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以前上海房价一直都很高，在那个经济起飞的年代，经济飞速发展的年代，一旦一个家庭碰到动迁，他的身价可能直接翻好几倍。有些人原本住在很老的房子里，那一旦动迁呢，可能分到好几套房子，也可能分到一大笔动迁费，整个家庭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房子这个东西对上海人来说，可能不仅仅是居住用，甚至作为一个资产，作为一种安全感，甚至是许多人翻身的一个机会。所以有时候我也会开玩笑，房子这个东西像是刻在上海人基因里面的。玩笑归玩笑，但是上海人普遍很关心房价，这是真的。那这里要补充一下，我所说的上海人关注房价，是指关注房价的上涨。以现在这个市场来说，现在上海人更关注的可能是房价下跌了多少。那我上次也有分享过，我回上海处理房子的事情，卖掉的价格呢，最终落在最高点的72折。我为什么要用最高点来算呢？因为我当时在台北买房子的时候，心里就做好了打算，等于这边买房子，上海房子卖掉，相当于一个置换。而那个时候呢，刚好是在疫情前，上海的房子可以说来到了一个最高点。结果疫情过完就完全不一样了。上海封城导致非常多的外企撤走，然后人才大量流失，所以最后我卖出去的价格呢，就是在最高点的72折。当时呢，有些人听到应该觉得跌了很多吧，也有些人说还会继续跌，你卖得早还算比较好。确实，像有些人真的说中了。我这几天呢又去看了一下上海同等小区差不多房型的一个目前的房价，那要在我的72折的基础上，又相当于打了85折，也就是0.72乘以0.85，最终落在0.61，也就是差不多最高点打了61折。
这真的很难以想象啊。不过有些人也说还会继续跌，可能跌到对折。那能不能跌到对折我不知道，但是以现在这个情况真的非常夸张。我这一代的上海人早先总觉得上海的房价非常稳，总是会上涨的，那没想到现在就经历了一个下跌的时期。这个过程给我本人的感受还是蛮震撼的。那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我在台北买的这个房子反而这几年是上涨的，就像我之前也分享过，当初只是顺便看一看，没想到一看就拍板买下来了。之后呢，差不多经过4年时间，得知隔壁那户新买到的那个屋主，他买到的价格要比我4年前买下来的价格每一平又涨了15万。而且呢，我们这个房子后来还收到了都更通知。当然都更这个事情进展可能非常迟缓，但是我们这次都更呢还是有一点进展的，开过了一次业主动员会。那当然只是开过一次业主动员会而已，之后怎么进展还是虚无缥缈的，就随缘去吧。而且我之前也分享过，作为一个自住房呢，它其实跟不跟以我居住的功能来说变化不是太大。但再怎么说呢，如果真的都更成功，那房价至少是可以差不多翻一番的。那到时候选择的余地就更多了，你可以选择出租啊，或者是选择卖出去，选择其他地方啊，反正总是一件好事。所以说房子这个东西真的跟上海人的命运可能有一些绑定在一起。像上海的房子跌了那么多，然后台北的房子不但涨价，还收到都更的通知，以后有更多选择的余地。那说到选择呢，要回到之前那个问题，也就是我收到上海卖房的那笔款之后，该如何选择呢？是直接还房贷，还是做其他的理财呢？讲到这里啊，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最近的偏财运可能有一点旺，所以我就用先知命局这个线上算命程序算了一下，操作非常简单，你只要在线上输入自己的生辰八字就可以了，不用特地跑到现场，也不用特别跟大师约时间。像我这次最想看的就是跟财运、偏财运相关的一些事情。我查到其中有一段性格特点分析，说我命格偏财主导，偏财代表机灵善变、控制欲慷慨。因为你性格带有偏财的一面，你为人慷慨大方，个性乐观，富有活力，精力充沛，待人大方，常不惜花费金钱款待别人。我觉得很准啊，熟悉我的观众应该知道，这就是我嘛。再看到财运分析这一段，你的命局中身弱财旺，又财星得月令，而财星主管一切金钱相关的内容，这表明你的财富运势较好，一生中存在着较多赚钱的机会。但是由于你命格身弱，在求财之路上会遇到较多的阻碍，需要你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把握住机会，收获成功。是说我一生中有较多赚钱的机会啊，就像我这边买房又涨了，然后呢，虽然上海的房子跌价了，但是卖出去的钱我做理财又赚了，感觉跟这个算出来的命运非常相符。然后求财生财之道又说呢，可以考虑找别人一起做事，以此来增强自身的力量，最好不要单枪匹马，否则对自己的消耗很大，自己也担不起更多财富，而且还可以考虑与别人分享财富，有人帮你分担，你的财运也会好起来。这一点我真的是无可辩驳，因为以我目前长期居留证的身份，在台湾是没办法买台股或者买 ETF 这些基金的，所以呢，我势必要用到我老婆的账户来进行操作，等于她是我的一个合伙人，否则我一个人真的是像命运所说的，没办法搭上这趟台股的高速列车。说到这里呢，对先知命局这个线上命理服务感兴趣的观众，可以打开我的说明栏，我会放上相关的链接。最后我要强调一下，命理只是给你作为一个参考，自己的人生选择还是要自己来判断，尤其投资这个事情是要自己负责的。现在回到这期主题，也就是我上海卖掉房子之后，这笔钱要怎么处理？作为我原本的打算来说，就是直接还房贷嘛，这个最稳嘛，没有什么风险。你还了房贷，你的贷款少一点，那每个月的压力也会小一点，就正正常常的日常工作，拿薪水来还每月剩下的房贷就好了。那这里就有个问题，就是以现在的房贷利率来说，台湾的房贷利率相对来说还算蛮低的，那我能不能做什么理财，把那个收益率高于这个房贷利率，那就等于可以有一部分的收益呢？那我就遇到一个问题，
我是一个金融白痴，一个理财菜鸟。你跟我说北投市场哪个菜价多少多少，我是懂的。你跟我说这个大盘曲线怎么涨怎么跌，我是懵懂的。所以我就求助了大家哦，大家真的给我非常多的建议。有人说去买股票，有人说买黄金，也有人说买美股。我要是自己一条一条看呢，真的会看迷糊，觉得这个好像也不错，那个也挺有道理的，到底该怎么选择呢？又是两眼一摸黑。还好呢，现在有 AI 真的非常方便，把这些留言全都丢给他，让他帮我总结一下，那他就直接把结论告诉我。这些留言里呢，最多的建议就是买台股，那里面又以台积电的呼声最高，很多人说买台积电就好，而且不是一般的买，是眼睛闭起来买就好。那还有人跟我推荐一些 ETF， 像0050也有很多人推荐，还有一些跟我说现金流很重要，推荐我一些高股息的 ETF， 也有人说黄金白银也可以买一点，但是以现在的市场来说，我当时如果买了黄金白银，现在的后果不敢想象。也有比较保守的观众建议我呢，说现在的股价真的太高了，买这些不太稳，还是建议我直接去还掉房贷比较安全一些。那最终我是怎么做的呢？首先肯定没有直接去还房贷，否则我就真的是大家这些留言白给我留了。那我当然也没有闭眼去买台积电，那我是又去询问了银行的理财专员，理专呢在了解我自身的情况之后，给我了一些建议。他是跟我说，可以拿一部分钱去买每个月都有配息的一些 ETF， 保证手里的现金流可以去还每个月的房贷。另外呢，再留一些钱买一些大家都觉得会水涨船高的，像大家非常熟悉的0056啊、00878、00919，我现在真的说的头头是道。那像这3只是按季度来配息的，也就是折算下来，你每个月都会有一笔现金。那台积电呢，我也有买一点点，还不到1张，因为真的价格太高了。那目前的收益如何呢？其实本来我不想告诉大家的，因为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财不露白啊，闷声发大财。而且我作为一个理财菜鸟来说，把这个收益拿出来，可能会被大家嘲笑，笑我没见过世面，觉得你这点收益算什么啊？才经历多久啊？后来想想呢，只要有接触台股，只要有接触基金 ETF， 这些人都会非常清楚最近这个行情如何，也就是跟现在的天气一样，一天比一天热。我心里也非常清楚，这并不是我多会投资、多会理财、多有独到的眼光，是在这波行情下，只要你上车，账面上就会非常漂亮，对不对？所以我也不用特意藏着掖着，我就把我的收益获益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收益我真的觉得非常夸张，完全没有想到过理财可以涨成这样子啊！以我之前在上海询问那个做理财最终年化率会多少，都跟我说大概2%、3%已经算蛮稳的、蛮保险的。台湾呢，最初一些理专都跟我说大概落在7%左右。那我当时觉得7%相对上海那个收益已经非常高了。没想到现在这样子一个科技的快车 AI 的快车已经把我的胃口都养大了，甚至觉得7%根本不是赚钱，是在亏钱。因为我同样把这些钱投在7%的理财里面，我就亏钱了，我没有涨到那么多啊，对不对？那我这里呢，还是要诚实的说，是我有非常独到的投资眼光吗？并不是，真的只是运气太好了，搭上了这样一趟 AI 的快车啊！要感谢那些 AI 的巨头啊，真的在前面领路。还非常幸运的就是刚好上海那个房子及时卖出，及时拿到钱，有这样一笔资金可以操作。所以呢，这一期我有一个新的问题，也就是这一趟快车会发车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还可以安全的上车，而什么时候又要开始准备下车了？希望各位高手再给我一些建议，我可以丢给 AI 去分析。虽然像我前面介绍的这个先知命局，它可以告诉你你偏财不错这样一个大方向，但具体怎么操作，去捞哪一门的偏财呢？还是要各位大师来给我实际的建议、细节的建议。好了，那这一期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如果我真的发财了呢，不会忘记各位给我的建议的，非常感谢。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再会。